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理查老师的直播间。我们今天邀请了梅老师来上节目。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3个成语。我们好久没有学习成语了，梅老师等一下就会来哦，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成语。那这个老师跟各位同学先聊聊天好了哦。今天是2022年的5月6号，今天是星期五。那雪峰已经上来了，雪峰你好，还有 Norbert 小土豆 Ola， 还有玉珠，欢迎玉珠。美丽，好久没有看到美丽了啊，美丽你好。还有 Grace，Hello Grace 你好，还有春娇阿姨，春娇阿姨你好，还有美丽说点赞了，各位同学记得帮理查老师点赞。那还要分享老师的频道，老师希望有越来越多同学来听老师的直播课。那立新小土豆也来了哦，还有我们的 Say Bonghak 同学欢迎，哇向才欢迎你向才，还有裴静小土豆欢迎 Hardwin 小朋友欢迎 Hello 巴卡好久没看到，没有好久，巴卡每天都来哦，巴卡每天都来 Hello Sikon 你好，还有这个巴布你好，丽娜你好，还有这位同学是脸书的朋友哦，脸书的朋友，老师看看脸书的朋友是谁哦，脸书的朋友是我们的L say it 你好哦，好，雪峰点赞了，谢谢 Hardwin 点赞了，谢谢。好木 Solemn 木同学来自伊朗的朋友，还有春娇同学帮老师分享了哦。好，那各位同学，明天下午4点，理查老师要教 HSK Level 1哦。好，梅老师来了 ，Hello 梅老师。Hello，理查老师好。哇，梅老师好久没看到你了，晒黑了是不是？我也晒黑了。最近好吗？最近是不是有出去玩，所以晒黑了？我出去Easter holiday 的时候出去玩了2天，然后哈，最近是去种菜了。种菜啊？你去 grow vegetables，你去种菜啊？梅 Yeah, 老师 yeah. 为什么去种菜了呢？我一直都有种菜。哦，OK，种在家里附近吗？对，就在我家附近。哇，各位同学，梅老师最近去种菜了，去 grow vegetables 所以种菜了，黑了。晒黑了哦。好，晒黑了，看起来肤色比较健康哦。好好的，哇，玉珠说梅老师好，然后预祝好，大家好。对，雪峰说梅老师好久不见了，对不对哦？对，好久好久不见了。不见。哇，阿能特别想梅老师哦，特别想梅老对，师哦。阿能发了短信给我说：“梅老师，你最近怎么样？我好担心你，好久。”梅老师，你太久没上理查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好吗？很关心啊，哦，很关心哦。好，这位同学欢迎你哦，这个阿 Shay 同学欢迎你阿 Shay。好，还有美丽，美丽也说哇，梅老师好久没看到你了哦，梅老师好，你们大好。家大家都很想念梅老师哦。还有 嗯。OK Albert 你好，Albert 这是你的 baby 吗？好可爱啊。好，然后裴静说十分想念梅老师，哇，大家都好，谢谢裴静，对我也非常的想你们。对，春娇也很想念梅老师嗯。，Norbert 也种菜啊，哇，真的啊，哎嗯。呀，如果我有一块地，如果我家附近有一块地，我也很想种菜哦，对，对，我老公特别在外面租了一块地，他哦，特别让你种菜啊，不是因为他是怎么呢？因为我很喜欢吃蔬菜。我对，第一次来到英国呢，我觉得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没有蔬菜吃。哦，英国没有卖蔬菜吗？比较少，有卖蔬菜，但是2根很蔬菜要1磅，贵哦，英国的蔬菜很贵。而且不是我想吃的。哦，不是梅老师想吃的。那嗯。所以梅老师的老公非常贴心，very sweet，他就租了一块地给梅老师种菜哦。其实我们是先在我底下的花园里面，我有几个菜床，但是呢，有一哦，次他就是
这个是他的兴趣了，后来变成。哦，有一次就是家里面什么菜都没有了，但是外面有一颗西红柿，我就跟他啊，说：“没关系，没菜了没关系，你去外面捡几个西红柿回来。”然后呢，捡回来之后，我就煮面条，我就鸡蛋跟西红柿西红柿啊，煮面条。很好吃啊。然后他说：“我活了那么久，我长那么大个了，我没试过我吃的食物，我吃的菜是从我自己花园我自己种的，马哦，上所以他特从花园捡回别来，他特别有感觉，觉得特别好吃，对不对？因为哦，自己种的真的是很好吃，那味道跟外面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所以现在我这几餐我吃面哦，我也嗯，是加西红柿，特别好吃，而且很对营养，非常营养。对。对，后来我回国了以后，他送我回国嗯哼，3个月，然后呢，嗯哼，他就自己在，外面租了一块地，自己在那里翻土。等我哦。回来了，他给我一个 surprise。嗯，很棒哦，哇！你嗯，看阿能说：“哎呀，梅老师的老公好贴心 嗯，sweet 啊，梅老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真的吗？如果你跟梅老师，你跟你的老公要钱，他会给你吗？要钱就没有，就没但是有了。对，阿能很抱歉，只有地可以种了，煮了菜他可以吃，钱对，人家说没门儿情人节送花嘛，他就哦，是说：花便宜吗？“我不送你花，那哦，个真的啊？花会死掉。”然后哦，他就买了那个郁金香，他知道我喜欢郁金香，郁金香，他就买哦。了种的花园，一排都是郁金香，好漂亮，第一哦，年。那很漂亮。我觉得你老公是比较实际主义的人吧？哦，郁金香，对，他啊，说的没错啊。如果送一朵会死掉的哦，那就嗯，种一排，对不对？哦，种一排。嗯，好，各位同学知道郁金香吗？郁金香就是那个 tulip 去了啊，去了，对对，嗯，那个很漂亮的花哦，很漂亮的嗯，花。这个荷兰好像特别种国花，这个对，荷兰的国花哦，国花，荷兰的国花。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很多同学啊，就是看到梅老师来都非常兴奋啊。对，好久不见，巴卡说种菜哦，巴卡，我们说的不是种菜，我们说的是种菜，种菜，对，种菜，种菜。嗯，对，我们说的是，我看有没有简体字的哦，种菜。对，这个巴卡，我们说的是种菜哦嗯，，grow vegetables，种菜哦，不是种菜哦。那不过种菜的人是农民，如果你种很多的话啦，对但是这个是 hobby，对，这个对梅老师来说，他不是农民，他种菜只是个兴趣，一个爱好而已啊。好，玉婷，欢迎玉婷哦。然嗯，后呢，这个好像来了丽娜很多新来了。同学，对，丽娜也说梅老师好，高杰欢迎高杰哦，还有 新同 Delia，学，对，这个 Kill，其实他来了几个星期了，刚好梅老师你不在的时候他们来。对对对，好，好，玲玲老师哦，这个是一个汉语老师，他说梅啊，老师好你好，幸福。你好，好的，雅正也来了，桂芳喜欢吃菜哦，吃菜最我也喜好了。欢吃菜，嗯，我一餐没有蔬菜，我觉得很痛苦。对，像我吃素的一定都是吃菜的哦。对，好，木也是想念梅老师哦。啊，好，你好么，我也对呀，很想你们。好的。请问老师，自作自受，啊，那这个我们不叫自作自受，就是自娱自乐哈，对啊，或者是改为自娱自乐哈，对这个阿能自作自受，一定是做坏的事情。就是哦，贬对，义词不阿能好的自作自受，比如说你做了坏事，被警察抓走了，这自作自受，一定是坏事，对不对啊，梅老师？嗯那你种菜是好事啊，不能说自作自受，可以说自娱自乐哦。嗯，对，哦，我们不会这个种菜是好事情啊，阿能自对，作自也可以是受一定是这个老师说的叫什么呢？他玲玲说的老师对。自给自足，自给自足，对，自给嗯自足哦，对，自给自足也很棒哦。嗯。那这个阿能自作自受，是你自己做了坏事情，然后有报应，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哇塞，控深以为然呢，哇，
哇大家，Siko 大家学的成语都用上了。Siko，你这个深以为然，不是我教你的，你自己学的吧？很厉害嗯，啊，我深以为对，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对啊，我喜欢这样的。好的，很棒哦。嗯，Grace 说，Grace 的爸爸喜欢种菜，哇，真的啊？诶，对，梅老师我认同，有的人呢、很喜欢种菜，比工作还认真。对，对，我就是这样。哦，然后啊，春娇以前也是农民，是不是啊？像对，农夫我妈妈是一样。农民，所以，哦我不懂我就打电话问我妈妈，刚好就是哦也是一个长途的问候了。啊，对，顺便问候爸爸妈妈。Clara 嗯，说：“大家好，Penguin 同学你好，Katini 你好，还有这位 Assist 同学迟到没关系，没关嗯，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Katini 问了梅老师，最近英国的疫情怎么样呢？其实我现在我不看这个新闻了，因为它都已经全部开放了。都已经共存了，对不对？我们对，说都已经共共存嘛。存了，然后但是年龄比较高龄的老年人呢，他就已经打了第4针疫苗。第四针都打啦对，，OK。像我公公婆婆他们，打了快1个月，啊，OK，打了像快一个我现在才正要去打第三针而已。对，我第3针是从我去年，11月份之后，就是嗯哼，我上次说我11月份我们也得了，就是感对染了，对然后呢，我们感染了之后1个月，我们就去打了第3针。对，嗯。哦，那现在你们就是都在打第四剂了，第没四有没有，现在目前老我们人家，还没哦有到我们这个年龄段，但是呢，年轻的像5到12岁的儿嗯，童哦，收到信儿童，件收到信诶，件也可以梅老师，去打。我问你，你们现在儿童打什么牌子嗯，？BNT 我还是不太清楚，因为我儿？OK，子我们还没有去给他预约。哦我们，OK，是收到信件也快3个星期了，但是我们还没预约，毕竟他也得了，也有一种免疫了。免疫了，对，我们哦。稍微推晚一点，看大家的态度怎么样。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决定要与病毒共存，对不对？哦，就对，是就是大家反正都已经打疫苗了，大家就跟病毒共存吧，哦，好像感嗯，冒一样的感觉哦。嗯，好，佩佩对，猪来了，因为佩佩猪，现在症状也比较轻了嘛。哎，现在这个 Omicron 症状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哦。嗯，好，Hello，佩佩猪，Norbert 说前一个月打了第四针了，OK，OK。哇，西班牙比较快，西班牙比较快。哦，哦，卡蒂尼不是问，他不不会是问病毒啊，哦是问英国不会吧？应该乌克他兰之前上一个星期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因为英国的首相啊，他给武器支持那气个对，哦，OK，武支器，持那个乌克兰，然嗯，后呢，所以好像是惹得普京不高兴，太嗯开心，他说嗯，可能会，但是我觉得这个他毕竟英国也是个欧盟，所以他也不太担心。但是如果真要打过来的话呢，那你担心也没有用，对不对？对，顺其自然吧。而且嗯，英国离俄国那么远，也不太可能吧？哦，他还啊，要先打德国，还要先打法国，才有办法打到英国吧？对不对？哦对，他这个除非他是空投那些士哦，兵炸弹、飞弹之类的。才会过来，但是如果说他要靠那个陆军的话呢，可能性不大。对，我觉得考蒂尼应该不用担心啦，因为这个应该不至于会影响到英国啊。好，这个叫嗯，导弹是不是？飞弹或导弹啊？没嗯，错，导弹，导弹。好他不，Siko，是要大家都担心，俄罗斯用核武器嘛？对对，这个反而大家会比较核武就是 nuclear power 核嗯，武，这个对对对，同学们可以学一下。我们说这个 嗯 nuclear 核嗯武 weapon。核武就是核子武器啦，哦，核武。嗯，好，哇，今天大家都很想跟梅老师聊天，都不想学成语了哦。核武就是 nuclear weapon，核嗯武，
核武。嗯然后刚刚说的是导弹，就是你可以说嗯飞弹或导弹哦。嗯然后我刚刚还看到 Sicon 问说免疫是 immunity， 对，免疫就嗯，是免疫，梅老师我们说免疫系统对不对啊？对，免疫系统，我们叫的就是免疫系统。就是 immune system，我们中文会嗯说，英文会说 immune system，我嗯们这个中文就常常说免疫系统。如果你每天运动，每天嗯这个吃营养的东西，你的免疫系统就比较好啊。嗯，好，免疫系统 immune system。然后大面儿来自新西兰的朋友欢迎。好，然后小晴，好，梅老师你帮我念一下。好，就是他说小琴说我已经打了3次疫苗，哦，两次阿斯是利康，阿斯利康，阿嗯，斯利康应该是牛津这个吧？好像我们台湾这叫 AZ 吧？哦好像是牛津的出哦出品，疫苗然后，OK 最后是啊，对，一次是是，对，辉瑞OK，辉瑞，还感辉瑞是 染 Pfizer，新冠病毒了。哈，小晴，你打了3次疫苗，你还感染了新冠病毒啊？那应该是 Omicron，应该是嗯，这个梅老师，我们是不是叫突破性感染啊？你们是这样说吗？应该是吧？突破性感就是你打了疫苗对，还是得了，感染了，对，这个我们说突破性感染哦，嗯，打了疫苗还是中了 Omicron。对，我们也是打了疫苗，我是打了2次中了。对，我们这个在台湾有人打了3剂了，还中了很多人。对对，台湾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了哦，所以这个哦要开始大家要小心一点。这个叫，OK，突破性感染，就是你打了嗯疫苗还是中了病毒了哦。嗯嗯嗯好，OK，好了，那我们就来上课吧。嗯哇，今天好多人上线哦。嗯，Norbert 打了第4剂了。好好，，OK，那我想大家的问题，梅老师都回答到了哦。好的，嗯，对，这个阿能，这个自作自受是没有 positive 的意思，它绝对是一个负面的成语，对不对，梅老对，师？一个贬义词。贬义词一定是你做了坏事，然后得到了一些报应，那个感觉啊。好，太好了，我们来上课吧。嗯好的，梅老师，我们今天来学习3个成语啊。好，第一嗯个成语，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这一个成语叫做铭记于心。哎，我们也可以说铭记于心啊，也蛮常铭用的。记在铭心，铭在记于心都心。都有人都有人说哦，你可以说嗯铭记于心或铭记在心，都有人用。嗯好，那梅老师，这个什么叫铭记在心啊？铭或铭记，记在心，就是比嗯，如说像你得了这个新冠以后，那个感觉你哦，就永远都不会忘记，一直对，记在心里，这种感受啊，特难受，鼻子不嗯通气，不能呼吸，然后吃嗯，东西没有胃口，头痛、对，发烧，嗯。比那个感冒要稍微严重一点点。对，梅老师说的就是你可能生病了之后，哇，好痛苦哦，流鼻嗯水，然后呢，躺在床上不能动，非常不舒服。你这个感觉你永远忘不了，你就可以说啊，这种痛苦的感觉让我铭记在心哦，你永远嗯，忘不了。所以这个铭记在心，简单说就是你牢牢记住，而且对，你不会忘记哦，嗯，不会不会忘记。忘记。梅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有哪些事情可以让我们铭记在心？刚刚你说的是不舒像 服的感觉，对不 OK，对？也可以，举个嗯例子哈，嗯，就是女孩子，尤其女孩子对第一段感情初恋，初恋啊，first love，初恋会哎，对对对，梅老师，我跟你讲，不止女孩子，男孩子也会，男孩子对对第一对，个第一个爱人的 first love 特别嗯的铭记在心，不会忘嗯记。嗯，对，好，好很好。这个 Puna 老师啊，这个梅老师，Puna 老师也是个对外汉语老师啊。啊，你好你好，然后他说教训，对你可能有一些教教训，你是 训也是铭记于 lessons，心，爱情，还有爱呢，女孩子的穿上婚纱的那一刻，哦，这个 婚的时候，我怎么想要说第一次结婚，第一就是次穿上婚纱，当新娘的时候。
第一次的经验啦，对不对？第一次的经验会特别当新娘的时候，还当有新娘，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当妈妈的时候，对对对，当妈妈的感觉比的感如说你生产可能会，我不晓得啦，生产应该也会让你铭记在心吧？那个感触触动，历历在目。对，历历在目也很常用，历历在目，嗯对，历历在目所以这个各位同学，你可以铭记在心的事情，可以是好的事情，也可以是不好的事情，都可以都嗯可以。好，梅老师刚刚说历历在目，好像都在你的面前上演，好像一个 嗯 drama in front of you，好像一嗯个 drama，你眼前的一个 drama 一样铭嗯，记在心。好，铭记在心，比如说失恋的时候，失恋的感觉也是，对，也会也铭记是第一在心。段感情就是对。失恋了以后，对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分开了，哎呀，好痛苦哦！那个痛苦在你的心里面牢牢记住，你忘不了，你没有办法忘记这个就是铭记在心，就是永远的在你的心里面。其实嗯，梅老师，这个铭记它本来的意思就好像这个图，对不对？哦，对，他就是刻刻在那里，好像刻对，在那里，这就个这是个这个板子好像你的心一样，这个嗯，这个感觉就刻在你的心里面，叫比如说铭记。他是在用刀在那里刻，那对刀割在你的手上很痛，你就会记住了，对不对？对，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一个经历刻在你的心里，嗯所以你忘不了嗯忘不了所以这个叫铭记，嗯，也可铭记以说是刻骨铭刻骨铭心，心这嗯，个词太棒了。尤其讲爱情，我们会讲刻骨铭心的爱情。哇，这对，个成语我超喜欢的刻骨。刻骨铭心，我们常常说刻骨铭心的爱情，对不对？嗯，对，哇，这个各位同学，刻骨铭心的爱情，就是说呀，这什么意思啊，梅老师？我觉得这个成语也很棒，刻骨好像刻在你的骨头。对，就是比如说以前那个文字，像中文的这个文字，它以嗯，前是在甲骨文甲对，那个龟甲骨上壳，面龟对不对？骨壳上面头，刻着的，对所以呢，这个刻骨就是把这个件事情，把这些东西刻在骨头上记住。对，你永远忘不了，刻在你的身上了对，刻在你比如说的身上，一些人做纹身，对不对？纹对对对。身就是有点像这个刻骨的这种感觉，所以刻骨铭心的爱擦不掉。情就是你这个爱情对你来说，那个感觉太深入了，太对，重要了，很深刻。让你太感动了，你永远嗯忘不了这段爱情你永远忘不了，刻骨嗯，铭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所以呀，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一定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所以刻骨铭心这个成语超棒可以用来当做形容词 adjective，刻骨铭嗯心的爱情特别常用好嗯，好的，其实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这个人生好像才真的有活过一遍，对不对那个对，感觉，这才是很精彩的精彩的人生。人生好，那这个 Delia 问我们说牢牢是什么意呃，思？牢牢就是比如说你用绳子打个结，你知道对，用绳子打个结怎么打？打完这个结以后呢，你一直弄不开，就弄不是它牢开了，牢的靠对在一起，对，它牢或者我把这个东西粘在这个东西上，诶，它掉不下来。对，它牢牢的粘在上面了。嗯牢牢就是很嗯紧的意思，很紧密的，嗯，对，牢牢的，牢牢的就很紧密紧紧的，嗯在一起，你拉不开来。嗯所以牢牢就是很紧密的，嗯就是你记得了，你不会忘了。它嗯，这个经历牢牢的在你的脑子里面很紧，你弄不下来对，哦，那个洗感觉。说不掉，对你没办法把它洗掉的好，嗯哇，卡蒂尼这个超棒，来，梅老师帮我嗯。念一下。好，老师的教导不可忘，嗯。学生们将铭记于心。太这个棒了，你已经太棒了，这句话没话讲，这是非常好嗯，的对，一个句子好嗯好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铭记在心，
或者是铭记于心，都是这个 in 的意思啊，都是 in 的意思。好，那这个我们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这个丽丽把爸爸的话铭记在心。好，丽丽把爸爸的话铭记在心。梅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这个丽丽，她是这个人，然后她对，将爸爸跟她说过的句子，嘱咐她的句子，她对，一直记在那个心里面。不会忘，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感觉嗯啊。比如说丽丽的爸爸可能跟丽丽说：“丽丽，我们不可以半途而废哟。”然后嗯，丽丽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她就永远记在心里。对，我们做事情不能嗯，半途而废。对。然后丽丽就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她铭嗯，记在心，她永远不忘，永远不会忘记爸爸说的这句话啊。对。好 j u s k y 你这句话有点怪怪的了。老师们每天给我们同学们刻骨铭心的爱情，老师不能给你刻骨铭心的老爱情。师不能用爱情，梅老师，老师应该用什么？师生之老情嘛。对，师生情谊。哎，师生情谊，对。可是师生情谊可以用刻骨铭心吗？也有，就是也有，有一些老师可能对他的人生后来的影影响很响很大。大，可能嗯他就是非常刻骨铭心的师生情谊。好，影响很大啊。所以嗯。这个 Juicy 爱情一定是男女之间的对，哦，不是老所以师跟对，同学的，但是或许如果这个老师是跟他是师生恋，但是你这里说的是老师们和同学们，还有对我们。对，所以这个 Juicy 你可以说师生情谊哦，师生情谊。嗯，好，就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啦，很好的关系啊，师生对，情谊。然后非常好的关系。老师每天教你很多知识，所以你会觉得跟这个你会尊重这个老师啊。好，师生情谊。好的，好，巴卡这个句子麻烦梅老师。我在武大读了本科4年，嗯哼，一眨眼就毕业了，名字在心的语子。对，就是你哦，可以，印象很深刻，你去到这个武大。嗯，哦，武大是武汉大学吗？OK。如果他要这样子简称，那也许就是啦。武汉大哦，那巴嗯卡，你可以说一眨眼就毕业了，这嗯真是一段，你看，这真是一段让你铭记在心的日子。那巴卡，我们都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这段在武大的求学的这个时期，你非常的，你无法忘记，对你影响很大啊，你无法忘记哦。好或者是说我在武大读本科的4年，啊，是我铭记于心的日子。啊，可以铭记于心的日子哦，很嗯。棒，铭记于心的日子。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有一段时期有一些经历，你觉得你无法忘记，太深刻了，你就可以说铭记在心，铭记于心啊、哦。好，理查1999年借500元给他的同学，后来他的同学从99年到目前目前没还，还吗？啊、还没还没你要还加一个还还没钱的还钱，啊，也是“还”的这个“还”字一样的嗯，字。还没嗯，还钱，对。呃，然后，老师铭记于心就好了，不要说铭记于心，名字在心里查得对，退钱，不会这样用，不铭记能这样，后面要不会。改一改。对，好，OK，好的，铭记在心，我觉得这个成语蛮好的哦。如果你有什嗯么，你忘不了的一些经历，你就可以用这个成语哦。好嗯，，OK，那我们再往下看。好，下一个成语，我们来请梅老师念一下自然自语，自言啊。自语。自言自语很简单啊，梅老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自就是自己，
就对，是你自己，我自己。你自己，对，你自己，我自己，他自己。言就是什么意思？言是言语说话对，说话，对不对？简单说就是 say or talk，说话。，yeah，这个语也是一样的意思，语对，也是说话，一样的，所以是自己对自己说话，自己对自己说话，你没有对其他人说话，你是对自己说话，所以这个叫自言自语自对。言自好，言自语，就是好像李超老师这幅图，这只羊对着镜子，应该是对对。着一面镜子自言自语。对，我们学习汉语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自言自语，对不对？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中国人跟你聊天的话，那只好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啊。你可以对着镜子自言自语自己对自己说话来练习汉语啊。没有，嗯，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自言自语啊？什么时候会呃，自己对自己说话呢？我个人来说，就是我一般我沉默在想东西的时候呢，然哦后一会我会自言自语说一些话出来。哦，在思考，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对不对？对，会自言自语。嗯或者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自言自语嗯，我觉得老人家比较会自言自语，对对，老啊、人家自言自语的时候很多。对，老人家old man 比较常常会自言自语嗯好，那我们直接来看自言自语怎么用。好，那我们自言自语很简单，可以当动词可以当动词。好，我们请梅老师帮我们念这个句子。我的奶奶很喜欢自言自语。对，奶奶可能一个人而已，她可能嗯身边小孩都去工作了，然嗯后孙子孙女都去上学了，她没有人陪嗯她，她就自己嗯跟自己说话。哦，嗯，我的奶奶很喜欢自言自语，我的对，奶奶以前也很喜欢自言自语，她都跟自己说话。对，嗯。好，这个好 c a r t i n i 的句子，学语言要对自己对着镜子自言自语，说错嗯，了不是不知道。说不知道，说错了也没关系。对对，这个 Cartini，你要像梅老师一样，这种心态，说错了没关系，不是说错了，到底我说错了吗？不用怀疑这个自己，你就练习就对了一定要觉得说错了也没关系，反正我在 practice，it's okay 嗯嗯，just okay。我自言自语，我的人生现在好不好？但是这个如果说嗯，你要说我的人生现在好不好，最好是我在思考我的对，人生现在好嗯，不好，不是说我自言自语。不你要然就变成 just okay，你就变成要说我自言自语的说，然后说什么嗯，我的人生现在好不好？你这个对，这样子就对。好。嗯，各位同学，我们这个比较常用的是，如果像 Juicy 这样，我们可以说我自言自语的说，然后说了什么，你就把它说出来，我的记住。人生现在我的对人生状我现在的人生状况好对，不好？要这样好不好？子改嗯，人生状况，我对，现在的人生状况。嗯，嗯，好，像才当我练习中文的时候，常常自言自语，很棒。很棒啊，像才你要多多的自言自语来练习中文。对，好，来，阿能，他总是疯疯癫癫的自言自语。对，这个自言自语有时候会用到跟疯疯癫癫连在对，一起。因为你有时候跟自己说话呀，人家旁边的人会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哦，怎么会跟自己说对。话？所以有可能这时候觉得个人呢，他就一天差不多大部分的时间呢，他可能就是因为言语过嗯，多必有失的这种情况，对，所以这个嗯，人就比较喜欢我宁可自言自语的说，那嗯，别人就会认为他好像怪怪的，一个疯疯怪怪的、癫癫的。疯疯癫癫，对，有的人比较内向，对不对，梅老师？有的人比较很能理解，内向，他不敢跟别人说话，他比较喜欢自言自语。嗯好，好，阿玲，欢迎你。嗯这样很喜欢自言自，你要加一个人物，谁谁谁对，这样谁？很喜欢，雪峰，你说雪峰很喜欢自言自语嗯阿能很喜欢自言自语。嗯。哇，
佳佳。OK，我一直自言自语，以为我想理解我自己。OK，这个句子我觉得蛮哲学的耶，就是我没有，我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错，不过这个就觉得佳佳这个人常常自问自己问自己说我是我什么样的人？到底我到对底有没有了解我自己的对，情好像佳佳这个人是一个 philosopher，一个哲学家那个感觉，嗯，他会自言自语说，我康佳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给自己提出问题。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句子哦。好嗯好的，哇，好多句子，好多句子，我们可能聊不完这个句子了。不过嗯，巴卡这个句子可能，他明天要参加一场面试，他一天到晚自言自语，可能他对着镜子在做这个模拟的练习面试吗？过程，在不过做模自言拟的，自语，我觉得可能要讲清楚一点，对不对，梅老师？他一嗯天到晚练习吧，练习怎么面试嗯，哦。对。好，弟弟我经常自言自语地哦，说：“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学习中文。”这个学习中文放在前面，我对经常自言自语地说：“学习中文千万不要半途而废。”这样子好对一点，把对，学习中文这四个字放到放在千万的前面。前面，对，没错哦。好，这个弟弟要听这个梅老师帮你这个纠正的哦，学习嗯中文要放前面。嗯好，来，各位同学，我们先看一下后面的句子。我们也可以说自言自语的说，然后加上你嗯。说的东西，你说什么话，把它写出来。好，梅老师帮我念一下。李朝老师自言自语地说：“我好肥呀。好，那可能别人不觉得理查老师肥，理查老师自己觉得自己很肥，所以他就跟自己说：“我好肥哦，怎么办？我应该要减肥了吧？”我对自己说：“我应该要减肥，我怎么这么肥呢？”哦，好。嗯，好的，所以你们可以说“叭叭叭”，自言自语的说，然后看你说什么话哦，看你说嗯，什么话。好，Hello Marcelo，我好久没看到你了。我好，来梅经常老师自言自语的说，对，告诉自己，这样子对，不用说，我经常自言告诉自语的告诉告自己，诉自己，对，不要吃甜食了，不要吃甜不食了，要吃甜食了，加一个对食字，还有自言自语的，嗯，对，告诉，然后嗯，告诉加一个自己，告诉，然后这个 Marcelo，你要说吃甜食了，啊，嗯，不要吃甜食了。我们中文不会说吃甜啦，我们说吃甜食对，啊，吃甜食，要不就是说吃甜品，对，甜品或甜食啊。好，嗯木完全不喜欢自言自嗯，语。那刚好你有对，这个，清楚的对对对，对象，就完全嗯。不需要自言自语，可能有一些好朋友，如果嗯木觉得心情不开心，可以跟好朋友们分享，跟好朋友们嗯聊天，他不需要自言自语啊。嗯。好，Norbert，你的老婆知道你昨晚没有洗过碗，她早上一边自言自语的说嗯：“OK，，OK，八八八，然后白痴懒懒鬼，鬼。”一边洗昨晚的碗，她好像好生气。嗯哼，对，但好，这个是句子，这个白痴可能不去掉比较好，就是嗯，说懒鬼，懒鬼，懒鬼，就这样子，不要因说为你没有洗碗比较懒嘛，你不嗯，一定你是 idiot，不是说你是白痴啊。对，好，这个好，Tom 来了哦，Tom 说讯号卡卡的，哦，嗯，好，然后贵方这个句子我觉得不错，我在晚上做梦时常会自言自语的说梦话，对，说梦话一定大部分都会是自言自语的，对呀，这个贵方你的句子，因为说梦话一定是自己说嘛，哦，不可能你睡觉了说梦话还跟别人说，对不对？除啊、非有梦游走到其他人的
对房除间里面，非我晚上做梦时常常说梦话就好了，我觉得对，常常常常说梦话，说梦话。因为梦话一定是自言自语嘛，所以就不用再嗯加自言自语了嗯好 C 控也跟我一样，好好，对，我觉得这个自言自语有时候 too over 太过的时候，可能人啊，家会觉得你的脑子有问题，可能觉得你对对对对，疯疯癫癫的，可能觉就是得你是个这个疯子。嘴巴一直在不停的动。如果 too over too over，人家会觉得你有一点疯疯癫癫的嗯嗯哼。assist 好，这个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必须自言自语对学习外语，对待不是这个句子，要不如果改的话，就是对待学习外语，有时候我必须自言自语的对练口语，练对，习口语。或者我们如果 assist 你要学习外语的话，其实我们就直接讲就好了。我们可能要常常练习对自己说话之类的对或自己说。者说我学习外语，经常自言自语的嗯，练习。对，自言自语的练习，或常常跟自己说话之类的对好，好，大家都这个呃很喜欢这个成语，因为这个成语很容易理解，对不对很对，容易懂。好这个 Tom 问说，自言自对，语它跟喃，是近义词，这两个是近义词。对刚才我就想说了，喃喃对，自语跟自言喃喃自语，自语就是，一样的意思。自言自语可能可以大声一点，但是嗯，这个喃喃自语呢，就是声音很细的，对，就是有这样这个这样一个嗯。稍微的区别。对，这个 Tom，这个梅老师说的很好，自言自语是比较正常的说话方式但是喃喃有一种低声的、很小声的那种感觉，嗯，所以喃喃自语也是一种自言自语，但是是比较小声的喃喃嗯，就是低语的意思，很小对，声的说，所以喃喃自语是很小声的跟自己说话哦，嗯。宿醉。我宿醉之后，我自言自语的说：“我要戒酒。”可是不可以啊，对对对，就是问这个句子可不可以啊？可以嗯，啊，可以啊，就嗯，是可以，你要戒酒啊，不要喝的太多嗯，了酒不要喝太多了嗯，好了，谢谢各位同学就是日的这个 本人都比较 feedback。喜欢喝酒。对，日本人喜欢喝酒嗯，好的，那谢谢各位同学的 feedback，很踊跃，很踊跃。好，嗯，那我们来这个成语很棒，来，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好，梦寐以求，梅老师，我问你，这个成语常不常用？常用。常用，我觉得很常用，因为梅老师，我觉得人都会有那个渴望得到的，的希望可以东西，得到一些得不到的东西，对不对？对，对，经常会出现在脑子里对，面。比如说你会觉得哇，我好想要变成一个有钱人，我做梦 in my dream，做梦我都想要变成一个有钱人嗯，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变成有钱人是你梦寐以求的事情，梦寐以求的事情好，嗯，这个梅老师梦就是做梦嘛，这个寐是什么意思啊？寐，寐就是你在想，对，好时像在刻在想的，比如说时刻在想，叫边睡觉就边想，理解成想的意思好了。对嗯这个梦就是在做梦，嗯寐就是你在睡觉也这样想你在睡嗯觉也这样想，以就是想要的意思了啊求就是想得到，你想嗯，得到这个东达西，对，对，想得到，达到，想求到，所嗯，以做梦、睡觉你都想要这个东西，哇，所以你一定很想要这个东西对，好，梅老师帮我念一下这个好不好？就是在梦里也想得到，嗯非常的渴望，非嗯，常想要。你比如说非常想要，一个人的人生目标、人对，生愿望、愿望你理的这个想，人也可以梦寐以求，比如说梦寐以这个人是你梦寐以求想跟他交往的，对，你希望这个人成为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先生或老公，这个人也是你梦寐以求的人嗯然后目标，你生活的目标，
我想要通过 HSK 第6集，就是比如说是佳佳梦寐以求的事情哦，愿望，比如说，好，我直接问这个梅老师好了，梅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梦寐以求的事情？有啊，是什么？我现在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我想回去中国一次。啊，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梅老师不方便回去，所以好像在对梦里做梦才有办法回中国，对不对？对，所以梅老师现在梦寐以求的事情，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回去中国一次，好，回去中国一趟。尤其是当我每天早上起床，我要准备给孩子们早餐，让他对，们上学的时候，我想啊，我在大中国多好啊，我不用做早餐，我出去就出去买买就好。就可以了，哎呀，我想吃什么都行。对，哎呀，在中国吃的是最不缺的了哦。嗯，好，那个李宁老师要先走了哦，啊，好，好的，你拜拜，先上好课，下次我们再见。好的，再来 Cartini 的句子，啊，我终于获得了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对，这份工作很好很好。很好哦。有人嗯。梦寐以求的工作可能是当医生，可能是当律师，而且我觉得梅老师，我觉得我们现在这里的同学，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是当一名对外汉语老师嗯，啊，所以他们都来学中文嘛啊。嗯，好，OK，梦寐好像也有一首歌叫《梦寐以求》啦，有一首歌啊。我好，唱这个句子可以吗？理查老师是各位同学梦寐以求的老师，可以这么说吧？可是这个梦寐以求，我觉得是你还没有得到，对不对？哦，你对，还就是，嗯，梦寐以求就是你一直想去拜得师这个老师，但对，是你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者是说嗯，你没有去到那个地方，或者是对，你到了那个地方，你没有见到他。我记得在唐诗里面，嗯哼，那个杜甫就是嗯哼，梦寐以求想去认识李白，有这么一个故哦，事。对，但是杜甫后来有没有认识李白？有，后来有，他认识了，哦，然后对，他们交往在一起。因为李白在，呃，诗人里面呢，他是比较厉害的一个地位最高的诗仙，仙，对，对，所以他杜甫那时候还没出名，但是李白已经已很经是很出名，有名气很的人，有名了。对，所啊，以他就梦寐以求，想拜师这个嗯，老师，对，李白。哇，唱你这个句子没有什么问题啦，可以啦，啊，可以了。也可以。对，然后梦寐以求去火星。OK，雅正真的吗？雅正梦寐以求要去火星啊。OK，好，可能这个很有意思。地球危害逐渐慢慢大了，想要去在火火星住，星去建一个家园。嗯，秘密的梦寐以求，Norbert 梦寐以求，它不是一个名词哦，它是个形容词对，哦。它是一个形容词。你可以说的梦想，如果你要名词，可以用梦想哦。他的梦嗯，想是什么啊？但征是服世纪。征服世界吧。征服世界吧，哦，但嗯，是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啊。好，对，理查老世界哦，师，有了你梦，Norbert 寐以有改了。求的愿望是什么？对，很多人都把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说出来了啊。我觉得玉珠的愿望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玉珠这个理想非常好，这个愿望。嗯，我梦寐以求，玉珠梦寐以求的工作就是自己能够办一哦，个学校。很棒。OK，这个工作我们改成愿望或者目标比较好。对，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较不像工作，对不对？这比较嗯像是一个 wish，一个愿望，一个 嗯，goal，一个目标哦。好，对，不过玉珠你这个语法完全没有问题哦。我梦寐以只是这求的只目标，是这个工作，要改一对，改。这不是工作，这可能是你的愿望啊，愿嗯，望。哎，林志玲是男生梦寐以求的对象。对象嗯，，OK，可以。可以，没问题哦。对象嗯，或梦寐以求的另一半、女友。女友，人生哎，伴侣，人生人生伴侣。伴侣啊，人生伴侣。
好，OK，没问题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好，嗯，来，梦寐以求的这个梅老师，我们是不是梦寐以求比较常当形容词，对不对？梦寐以对。求的什么哦？梦寐以求的。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阿能，你终于遇见了你梦寐以求的姑娘。哦，阿能终于好，恭喜阿能，嗯阿能遇见了他梦寐以求的姑娘。好，就是他遇见了他心仪的，对不对？心仪的女子嗯，哦。好，好的，那阿能有没有啊？阿能不说话，害羞了。阿能害羞了哦，阿能害嗯羞了哦。嗯好，心仪的女子就是你很喜欢的对象。嗯，好，这个大面儿问说梦寐以求可以有是当动动词吗？词吗？一般不会是动对，词。就我梦寐以求，不是动词，就对，是一个形容词。我们好像不会说我梦寐以求这栋房子，好像不会这样说哦，不会。嗯所以大面儿梦寐以求比较常当形容词，梦寐以求的姑娘，梦寐以求的愿望，梦寐以嗯。求的什么？哦，如果你对这个梦寐以求还是有点难以理解的话，那我给一个词语，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心向往之，啊，心想的，日思夜想的，对，你是朝思暮想，对不对？朝思对暮想啊。日思夜想、朝思暮例想也可对，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类似的成语了啊，朝思对，暮想。朝思暮想，对，朝思暮想这个词语跟梦寐以求换在一起就很恰当。对，朝思暮想朝就是早上白天，嗯。白天也去想，暮就是傍晚、夜晚。傍晚，夜晚也去想。你嗯早上也去想着这个东西，你晚上也想得到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跟梦寐以求的意思是一样的，朝思暮想啊，这个也很棒，这个成语朝思嗯暮想啊。好，我们这个 Echo 同学问的这个问题。嗯，我在一年内梦寐以求是当汉语老师，可以吗？我一年内我的目标是一年内，我一年内的目标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对，在一年你内啊。去掉这个一年内吧。对，我觉得一年内用在这里有点卡或者卡的。是说我未来的，或者是我现在梦寐以求的愿望是想当一名汉语老师，这样子吧。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是在一年内当上汉语老师。哦，对，要不就是这样子改。嗯，好，这个 同学说好。我可以用梦寐以求这样吗？我总是梦寐以求的说汉语说的像流利。说的很流利吧？啊、对，说的很流利一样。对，我我总是梦寐。梦寐以求，我说的汉语像理查老师一样流利。不过这个比较常用，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啊、好像嗯，会用形容词还是比较顺一点哦。我对，梦寐以求的目标是说汉语说的像梅老师那么流利，对不对？对，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句子改。各位同学，你们都把它当动词用了，其实梦寐以求比较常当形容词用。它是形容词。对，形容词哦。好，我这个 Alexander，你没有用到梦寐以求啊。我梦寐以求，对，这对，样子，我梦寐以求的以求目标的目标。是建立啤酒工厂。这样就很棒哦。所以 对，Alexander，你要用我梦寐以求的目标哦。嗯。玉珠重新改了一下句子，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是自己能够办一个学校。对，就这个句子非常的通顺了。对，玉竹，你这个非常地道了，没问题啊。嗯，啊，离开台湾后，我朝思暮想，想喝一杯木瓜牛奶，这样用吗？可以，就是可以，你很好。你不能回去那个地方，因为疫情的原因，就
就对，像我刚才我说的，我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啊，我想要回到中国去。对，好，这个他们用的很好，朝思暮想，就是他白天也嗯，想，晚上也想，他想喝木瓜牛奶，因为台湾的木瓜牛奶非常好喝，非常好喝啊。大昨天面儿，我找你的到了梦三明治都已寐以经发求的霉了吧？三明治，可能这个三明治很有名，大家都在啊，说这个三对对，明治很好吃，他一直在找，都找不着到，找了很久很久，可能是2哎，对对对，昨天我嗯，找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三明治，那可能大面儿在新西兰，很难买到这种三明治，那他就像 终于找到了 Tom 的哦，这个句子，木对，瓜牛奶朝思一样。对对对对，可以，大面儿，你这个句子可以，很好很嗯。好，好，抓住，可以，梦寐以求的机会，我觉得也蛮常对用，对对，就是盼啊盼，我终于捉住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或者是说我终于得到了这个梦得到了，获寐以求，得了，得到了，好，得到巴卡了比捉住了要好，捉住要对，好。我觉得巴卡梦寐以求的机会我们很常用，梦寐以求的机会。嗯，好，小晴的句子，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是1年内通过 HSK 的6级，好，嗯哼，这个目好，标很好。很好，小晴你的语法没什么问题啊。嗯，好，OK，那我们好，这个梅老师，我们今天学了3个非常有意思的成语，我们要给学生们考试了哦。好，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题，先请梅老师帮我们念这3个成语。嗯，铭记在心，嗯，自言自语，梦寐以求。好，那我们的句子是，嗯，谢谢你借我钱，感激之情好。怎么样？好，这个我们有时候比较口语的时候会这样说哦。好，谢嗯，谢你借我钱，感激之情怎么样？好，怎么样？这里，那比如说理查老师没有钱，然后我就跟梅老师借钱，梅老师毫不考虑就借给我300万，然后我就可以说这句话：梅老师，谢谢你借我300万，3 million，但是这感激。种情况呢，一般是在雪中送炭的时候。雪中送炭是很好的哦。然后呢，我就会说感激之情怎么样？哦，好。嗯好，Echo 说铭记在心啊嗯，，Tom 感激嗯，之情铭记在心。梅老嗯师，我们是不是会常这样说？感激之情铭记在心啊，嗯，对，比较口语的时候会这样说啊。经常，经对，常好说，，Norbert，谢谢你借我钱，感嗯，激之谢谢情铭您记在心。铭记在心。对，这个英文啊，我也觉得很有意思。This feeling of gratitude will always be in my heart。这个我感谢你的心会一直在心里面哦。所嗯以这个，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哎呀，感嗯激之情，谢谢梅老师借我钱，感激之情铭记在心啊。对，这也是一个说谢谢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跟对方道谢，对不对？对，哦，好，以后要借钱，跟中国人借钱就这样说。好，我们念一下 Hardwin 小朋友的句子好了。谢谢你借我钱，感激之情铭记在心。好，很棒哦。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题。好，再请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嗯，铭记在心，好，自言自语，好，梦寐以求。好，这位老人坐在公园里好，怎么干什么呢？样呢？在干什么呢？你们看这个图，这个老人他在干嘛呢？好。OK，I was forever be gratitude for your generosity，就是一样，感激之情铭记在心，永远的铭记在心哦，永远。也 OK，好，巴卡说自言自语，Juice 可以说自言自语自语。哦。好，这题比较简单了哦，嗯大家都说自言自语。嗯，这个梅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成语有没有可能，好不好？好，这位老人坐在公园里，铭记在心，感觉也没有一个铭记在心什么呀？为什么他可你要讲清能是楚？没有目标，也没有铭记在心的目标，铭记在心的人都没有。
然后这位老人就在坐在公园里面等待他铭记在心的对，老就没有讲清楚哦。这位老人坐在公园里梦寐以求，梦寐以求什么呢？对不对？也没有讲清楚。他不可能天天在那里坐在公园里梦寐以求。对哦，那嗯，这边呢，其实自言自语比较好。他在公园里对，面自言自自语，己跟自己说话啊，自己跟自己说话啊。这对。位怪叔叔，梅老师，你们说不说怪叔叔啊？如果这个人脾气很怪的话，会嗯，说这位怪叔叔怪叔叔，脾气很怪，经常坐在公园里面自言哎，自语。怪叔叔啊，怪叔叔，自言自语的说：“我的钥匙在哪里？”他可能有点那个对，这个老年痴呆。老人痴呆症了，对不对？哦，好，OK。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老年或老人痴呆症啊，嗯痴呆症，这是一种老人会有的病症啊，嗯，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思考或说话了哦。他也不是说没有办法思考，他可能就是总是在回忆以前的东西。啊，对对对，嗯，哦，回忆以前的那个经历，因为他记住的是以前的事情，他记不住现在的事情。现在都忘记了哦。嗯。对他可能把他的孩子，呃，他身边的另一半都忘记了是对，谁，哦，那但是他记嗯得他孩子，他只记得我孩子才8岁，我啊，孩子才10岁这样子，嗯，然但他后那个儿子已经长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只记得以前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对，或者这个老人得了健忘症了哦，记不起嗯事情了哦。嗯，然后怪叔叔会在公园里随便撒尿，唱你很不喜欢怪叔叔哦，对不对啊？哦好，好有意思哦。好，那梅老师，我们最后一题了哦。他好，终于得到了什么什么的工作。好，这题我觉得不难哦。他终很于棒。得到了，叭叭叭，刚才我们已经有同学举过例子了哈。对，好，各位同学，这题答案是什么呢？好，这个梅老师终于啊，终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终于就是我，最后，最后哦，对，最后我们英文是 at last 哦，finally，最后就是事情发生到最后的时候发生了哦，最后。嗯，好，他们说我也是怪叔叔，痛很像你不才二十几岁，就是很搞笑。你是怪年轻人，你不是怪叔嗯叔啊。嗯好，我们念一下 Norbert 的句子好了。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好，OK，很棒哦。然后阿能的句子，对，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阿能，我祝福你也对。快点得到你梦寐以求的工对，作。我也祝福阿能哦，赶快得到梦寐以求的工作。嗯。Tom 用的不是终于哦，来，梅老师帮我总念一下。算他总算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嗯，其实总算跟终于都是意思很相近的，对，都可以用，总算有一种更，我觉得那个语气更更强活、更调一点。强的感觉哦。我觉得总算也是很好的一个词哦。就是这个总算呢，更对于终于这个词来说呢，总算更 surprise，是不是？更对，就激是有那动。种这种动作的感觉，他总算那个感觉，对不对？他终于比较没有那么强烈，总算有这种，哎呀，总哎呀，算那个，他总算得到了这一份梦对，寐以求的工作，语气比较强他烈哦。总算完成了目标。对对对，哦嗯，，OK，好，各位同学都答对了，我们来回复一下玉珠的问题哦。请问两位老师，英文对 Wedding and 这个叫结婚周年嘛？梅老师，我们是说结婚周年是不对，是？我们说结婚周年，对，结婚或结婚或者纪念日，是结对不对？婚纪念日，对，结婚结婚纪念日，周年也可以翻成结婚纪念日哦，都可以。嗯好，这两个都可以了哦。那这嗯，个好，对，结婚，好好，裴静说结婚周年纪念日，一般我们就说结婚纪念日就好了，对不对啊？嗯嗯结婚，嗯嗯偶尔我们也会说结婚周年哦，偶尔也会说结婚嗯周年。好，所以我们已经回复了玉珠的问题了哦。
嗯，好，同学们也都答对了，太棒了。好的，梅老师，今天这3个成语我都觉得蛮有意思的，对，非常好，而且也很常用哦，很常用。好，太棒了，今天特别谢谢梅老师。好，那谢谢你，梅老师，我陈老师。觉得这个，我觉得下个星期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唱歌了？好，看梅老师的时间了哦。如果梅老师下周有事的话，我们就唱歌就往后延，那推嗯，迟哦。那如果说，梅老师下星期应该可以，应该应该可以哦。可以，我会发短信给你，好，没问题啊。那梅老嗯，师，我再跟你做联系。那如好。果梅老师，你手上的花是自己做的吗？手套送的话是我女儿刚刚放学摘回来送给我的，哇，好漂亮！她刚我们刚这样子开门扔进来就给我。扔进来给你，对不对？他不想打扰你，但他就丢进来了。就是因为很久没有上课，她可能已经忘记了哦，我有这个周五上课的事情，然后她在对，找我，然后她终于打开门看到我了，然后她知道我在跟你在上课了，然后她马上他就不敢打扰，对不对？就给我，对对，哦，好，那看到这个梅老师，我就想到一句很棒的成语，叫“人比花娇”。哇，好，各位同学，如果你要形容一个女生很漂亮，我们以前学的是美若天仙，那个都比较老的成语了，那个都比较这个八股的成语。我们可以说人比花娇。哎，我写一下好了。嗯，这个成语，梅老师，如果用来形容一个女人，你觉得这个成语的，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也可以貌美如花，哎，貌美如花，跟花一样美。人比花娇就更强了，你长对得比花还漂对，亮。人嗯。比花娇，你也可以理查说貌老师，美如花。我们要回答阿能的问题。阿能，好，我看一下阿能。上面哦，OK，有了。好，，OK，就是请问老师们，我刚才找了半天，老师说的祝你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可以说如你所愿吗？可以，不会说不礼貌，但是嗯哼，还是梦寐以求比较好一点点。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感觉人家听起来会很舒服，很开嗯，心哦。对如你所愿，要看你说话的语气哦。对对，对对，其实比我较也没有不礼貌，但是看你说话的语气啊。对，这个跟中国人说这个，不是说中国人，就是汉语里面说话的语气非常的非重要。常重要。你看如你还有一个所愿，你如果一体讲的很言，对，你讲的对象也很重要啊。嗯，对对，啊，所以我认同梅老师，阿能你最好还是说祝你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然后嗯听的人会觉得你的汉语水平很高，而且也嗯，很有礼貌哦，会很有礼对，貌。好，好的。哦，原来玉珠问这个是因为明天是她和她老公的结啊，婚纪念日。哇，恭喜，那我们要说什么？结婚快乐吗？我就说，就是幸福美满吧。幸福美满啊，幸福美满，结婚纪念日快乐之类的。OK，嗯，好，抬头偕今天的白头偕老，今天的直播课铭记在心。哈哈哈。老，好，这个非叫现常感谢，学现卖，现嗯，学现卖啊。好，对，太棒了。好，谢谢梅老师。那我们下个谢谢星期如你曹老师。果可以的话，我们来唱歌吧，卡拉 OK 大赛。好，我准备买然后我准备买好麦克风了。哦，对对对，要买，麦克风很重要，我都买麦克风就是为了唱歌啊。啊，啊，好，好的，那梅老师晚安喽，我们下次再晚安，见啊。拜好，拜拜。拜，拜拜。好，我们谢谢梅老师。哎呀，大家看到梅老师都很用心的学习这个成语啊。那下个星期五我们来唱歌啊。我们先跟理查老师先跟你们预告一下，我们下星期五要唱歌啊。好，那么我们明天见喽，明天下午4点 HSK Level 1。明天晚上10点30分 HSK Maybe Level 6，老师还没有时间准备啊。好，我们明天见，拜拜。